如果到2100年，海平面上升接近1米，新加坡面对的就不是环保口号，而是非常具体的国土安全和生活成本问题。最近几年，新加坡持续把资源投向气候适应研究，从海岸防护到地下空间，再到城市排水和蓄水体系，逻辑都很一致。先确保这座岛能稳稳地活下去，再谈增长。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防灾本身，而是新加坡把这套原本很被动的生存工程，慢慢做成了一套可复制、可输出，还能带动产业升级的能力。这才是今天最值得拆的地方。新加坡自独立以来，国土面积通过填海明显增加，对一个土地稀缺、人口密度又高的岛国来说，这几乎是建国级别的工程能力。问题是，过去那套逻辑，重点是把土地做出来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气候变化把规则改了，你不能只想着往海里填土，因为海平面、风暴潮、极端降雨会一起上来。新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地，而是这块地能不能长期安全的用。于是新加坡的基建思路开始升级，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Long Island， 也就是长岛计划。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填海项目，更像是一套复合型海岸防线。前面是防洪，里面可以结合蓄水，地面还能规划未来的居住、公共空间和交通连接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现在做的不是单一功能的工程，而是把防灾、供水、土地、宜居性、一次性叠在一起算。滨海堤坝也是同样的逻辑。很多人去那里跑步、骑车、看风景，但它本质上是一套把防洪和蓄水合并起来的国家级设施，一边挡海水，一边把内河水系整合成淡水水库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最强的地方，不是把一个工程做大，而是把多个国家问题压进同一个工程里解决。土地不够，水不够，气候风险上升，城市还得继续发展，于是每一寸空间都必须一物多用。基建在这里从来不是背景板，它就是国家战略本身。如果说向海要地是新加坡的第一层解法，那向地下要空间就是第二层，而且更有技术含量。因为地表空间太贵了，住宅要地，产业要地，公园要地，交通也要地。你每把一个低附加值但又必须存在的设施留在地面，就等于占掉了更高价值用途的机会。所以新加坡很早就在做一件事，把城市折叠起来。最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玉廊岩洞，它建在玉廊岛地下深处，大约在地表以下100多米的岩层里，用来储存液态烃产品。表面看，这是能源和石化基础设施，往深一层看，它其实是在释放地表土地。原本需要大面积地面储灌的功能，被搬进地下之后，地上空间就能留给更高产出的工业布局，或者留给未来其他用途。这就是新加坡很擅长的一种思维，不是只看工程造价，而是看整个城市空间的机会成本。地下空间战略也不止服务能源。新加坡这些年一直在推进更系统化的地下规划，包括地下公用设施、深层排水、交通连接、区域供冷、电缆隧道这些能力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些东西几乎看不见。地下开发不是挖个洞这么简单，它要求极强的地质勘探、工程模拟、风险管理、跨部门协调和超长期规划。今天挖下去的东西可能要服务30年、50年，甚至更久。所以它考验的不是某一个施工单位，而是整个国家有没有把三维空间当成战略资产来经营。很多城市谈土地价值还是平面思维，新加坡已经在用立体思维重新定义城市容量。当地表越来越贵，地下就不再只是补充空间，而是决定未来产业布局的一部分。你看到的是一座城市，
实际运行的是一套上中下三层同时被精密调度的系统。这种能力才是真正难复制的门槛。很多国家做防灾基建，逻辑停在这里就结束了，花钱、保命、完工。新加坡不是，他会继续追问一件事：既然这些钱非花不可，能不能顺手把能力做成产业，最后再卖出去？这个思路决定了新加坡基建为什么常常带着很强的研发属性。大势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它不是简单把旧港口搬家，而是在重构港口这件事本身。自动化岸桥、无人集装箱运输车、集中调度系统、数字化运营平台，这些东西叠在一起，目标不是只省人力，而是在有限海岸线和高人工成本条件下，把吞吐效率、可靠性和土地利用率同时拉高。新加坡长期在水处理、水回收和海水淡化上投入很深。New Water 早就不只是公共设施，它也是技术品牌。再看建筑，绿色建筑标准、热带城市节能设计、区域供冷、城市数字化管理，这些都不是单点产品，而是一整套城市解决方案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真正输出的不是某一台设备，而是把工程、政策、数据、运营和融资拼在一起的总包能力。这个能力为什么值钱？因为很多国家不是缺技术论文，而是缺能在复杂现实里落地的系统方案。新加坡的优势刚好在这里，地方小，决策链相对集中，监管、科研机构、国企、跨国公司和本地资本之间协同效率高，所以它可以把城市当成试验场。新技术先在本地高压环境里验证，能过关，再拿去海外。这种模式很像硬科技创业，只不过创业主体是整座城市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国家级产品经理思维，先把最痛的问题定义清楚，再在极端约束条件下做出可运行版本，然后不断迭代，最后形成标准、服务和品牌。基建于是从成本中心转成了能力中心，能力一旦外溢，就会带来咨询、工程、软件、设备、金融服务，甚至人才培训的持续收益。为什么说这是降维打击？因为别的地方可能还把基建和产业分开看，新加坡已经把两者焊在一起了。防洪是产业，水务是产业，港口自动化是产业，地下空间规划本身也可以变成知识服务。对一个资源并不充裕的国家来说，这种转化能力非常关键。它让新加坡不是被动应对气候风险，而是在风险里反向长出新的竞争力。所以回头看，新加坡基建最值得敬佩的地方，不是工程有多大，而是它背后的时间尺度。很多项目今天花钱，短期看不到回报，甚至会被质疑太贵、太慢、太超前。但如果你把时间拉到20年、30年，他们保护的其实不是某一块地，而是一整代人的生活确定性。一个气候风险越来越高，全球供应链越来越脆弱的时代，这种长期主义会变得越来越稀缺。新加坡给出的答案很南洋，也很务实，先承认约束，再用技术、制度和耐心，一层一层把脆弱性变成韧性，最后再把韧性变成产业。你在新加坡生活或工作，哪一项基础设施最让你有安全感？是滨海堤坝？是地铁网络？是排水系统？还是你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地下设施？欢迎把你的观察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出发去看技术、城市和全球博弈怎么交织的内容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一期继续聊。